欧盟委员会对中国产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仲裁结果将在10月30号生效。中欧正密集展开磋商，主要聚焦价格承诺谈判。中欧磋商能否实现实质性的突破？如果难以达成共识，还有多少谈判空间呢？25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应约与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任兼贸易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视频会谈。公号玉渊谈天注意到，中方此次是应约参加视频会谈，而且根据东布罗夫斯基斯个人社交媒体账号的信息，25号他正在巴西出席 G20 贸易部长会议。谈判开始时是当地时间11时左右，谈完已经到了凌晨，这也显示欧方以谈判解决分歧的意愿。这一次，双方达成了更多具体共识，明确继续将价格承诺作为本案的解决途径。价格承诺是反倾销调查的一种结案措施，需要双方通过平等协商，确定一个都可以接受的最低出口价格。一般而言，价格承诺由商会代表多个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提出，此次则是由中国机电商会提交方案。但谈判过程十分曲折。根据中国机电商会10月17号发表的声明，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在12家电动汽车企业的授权下，于8月24号提交了价格承诺方案。自9月20号起的20余天中，中欧技术团队在布鲁塞尔进行了8轮密集磋商。英国路透社在本月初引述消息人士称，欧盟曾拒绝中方提议的不低于3万欧元，约合人民币23.2万元的方案。报道引述消息人士放出风声称，中国电动汽车3.5万至4万欧元，约合人民币26.3万至31万元的最低定价门槛，可能更容易被欧盟接受。根据欧委会发布的消息稿，东布罗夫斯基斯表示，欧盟委员会并不排除与个别出口商展开谈判。对此，商务部28号回应称，此举将动摇彼此信任，干扰磋商整体进程，也将给价格承诺协议的后续执行和监管增加更多行政成本。这是本月以来商务部第2次回应相关议题。10月12号，商务部表示，此举会给双方磋商带来干扰，不利于推进磋商整体进程。在欧盟看来，如果能够和中国车企单独谈判，就有利于对中国车企施加更大的压力。如果说单个中国车企顶不住欧盟的压力，率先做出妥协，也会对其他车企呢造成示范效应。说到底呢，就是希望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此外，欧盟方面也并不满足于一个特定的价格承诺。有消息指，欧方技术团队要求中国对欧出口电动汽车的每个品牌、每种车型分别制定最低限价，甚至连同一种品牌的车出口到欧洲不同国家和地区，也要分别制定最低限价。但分析认为，从执行层面而言，欧盟的要求几乎不可行。汽车本身有不同品牌、不同车型，新能源汽车的更新换代又极为迅速，如果要无限细分，给每一款汽车制定最低限价，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欧盟方面的仲裁结果本月底生效，这并不意味着价格承诺磋商因此终结。下阶段，欧方也将派出磋商团队访华，有关价格承诺的磋商谈判也将持续下去，直至达成双方都满意的结果。是否能够达成共识，要看双方的妥协程度吧。但是呢，一直外界都是认为这个双方的认知鸿沟比较大，所以还是很难的达到妥协的。不过我觉得，至少能够坐下来谈判，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说明双方还是很珍惜彼此的这个经贸关系。就在中欧展开密集磋商之际，28号，芬兰总统斯图布抵达北京，对中国展开4天的国事访问。芬兰是欧盟内部对中国产电动汽车持相对理性、客观态度的国家。当地时间10月4号的投票中，芬兰与瑞典、西班牙、比利时等欧盟国家投下了弃权票。就在斯图布抵达北京的同一天，外交部宣布，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理菲索将于10月31号至11月5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斯洛伐克是欧盟内部坚决反对对中国产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国家，在此前的投票中，和德国、匈牙利等国家一起投下了反对票。针对近期引发半岛局势陡然紧张的无人机渗透平壤事件，朝鲜方面对坠落的无人机残骸进行了拆解和分析后，27号公布了最终调查结果，认定韩方无人机入侵目的是空投反朝宣传单，挑衅行为的肇事者是韩国军方。而韩国军方表示，若朝鲜无人机渗透到了韩国境内，韩军将采取相应措施。
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国防省发言人27号发布了韩国无人机渗透进入平壤事件的最终调查结果，由朝鲜国防省和国家保卫省等相关专业机关组建侦察联合工作组，对坠落的无人机残骸飞行操纵模块进行了拆卸后，全面分析了飞行计划和飞行历史记录数据，最终认定这架无人机系韩国军方有意操纵，进入朝鲜的目的是空投反朝宣传单。发言人警告，如韩方再次犯下侵犯朝鲜主权的行为，朝方将毫不留情地行动。收集的证据资料里，包括从2023年6月5号至2024年10月8号由韩方制定的238个飞行计划和飞行历史记录，其中除了2024年10月8号以外的数据，都是这架无人机在韩国领域内飞行过的数据。此外，无人机里还记载了反朝宣传单空投计划和空投历史记录。实际上，早在10天前，朝鲜国防省已经发布了坠毁无人机的残骸照片。从其机体外形及下部原封不动地附着传单散布筒来看，朝方当时初步判定这架无人机很可能是对平壤市中心投放传单的无人机。这次公布的新证据则进一步进行了证实。深圳卫视注意到，朝中社随文发布了5张图片，前2张分别是坠毁无人机的计划线路图和10月8号当天的实际飞行线路图，第3、4张则是该无人机当天途经的具体坐标点、高度和地名。图片上的信息显示，无人机从白领岛起飞，经过黄海南道长渊郡和礁岛周边海域，飞到南曹鸭岛周边海上后变更航线，经朝鲜重要的贸易港口南浦市千里马区上空渗透到朝鲜首都上空。值得注意的是，朝鲜国防省专门在第5张图片中列明，韩方无人机于9号1时32分8秒在朝鲜外务省大楼和胜利地铁站中间上空，1时35分11秒在朝鲜国防省大楼上空空投了反朝宣传单。图片还显示，飞越朝鲜国防省时，这架无人机离地高度仅为321米。整个飞行过程，我个人看法应该是成控。因为这个无人机个头不大，也没有这个卫星通信天线，远距离遥控的话很难做到。比如说用地面电台控制的话，也就是100-200公里的这个范围，要想再飞远一点，可能就失联了。那么朝鲜方面最终的检测结果大概也说明了这一点，因为成控的话都是有记录的，因为事先你要把程序输进去，它按照这个时间节点来飞行，甚至连空投点它已经都设置好了。这样的一架无人机在夜间飞入平壤上空是不太容易被发现的。按照原本的飞行计划，韩方无人机完成在平壤的任务后，原本将返回白领岛，但最终在平壤兄弟山区西浦一栋第76居民班地区坠毁。值得一提的是，面积仅为46平方公里的白领岛，位于朝鲜和韩国北方分界线附近，距离朝鲜黄海道仅有10公里，距离韩国仁川市中心也只有193公里。因极具军事战略性，该岛也被视为朝韩争议岛屿。韩国声称对该岛拥有主权，还曾斥资425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2亿元，在白领岛进行公共海域填埋工作。计划将这座小岛建设成韩国海军的前沿基地。针对朝鲜宣布渗透至平壤的无人机为韩军方所属，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无法予以核实。早前该国国防部也表示，针对朝鲜的单方面主张并无确认及反驳的价值。韩国的不回应态度引发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的冷嘲热讽。他于28号通过朝中社发表谈话称，如果是首尔市上空出现来路不明的无人机，空投指责韩国总统尹锡悦的传单，而朝鲜方面也完全不回应，不知韩方作何感受。观察认为，尽管韩国方面没有证实无人机所属，但从朝鲜公布的照片来看，坠落平壤的无人机外形与韩国此前阅兵式上展示的远程侦察用小型无人机几乎一模一样。该机是韩国星宇工程公司在阿尔戈斯垂直起降无人机基础上研制而来的固定翼无人机，采用后掠式上单翼，翼间安装了稳定垂直翼面，机身后方配备一台航空活塞发动机，最大续航时间为4小时，飞行距离约为400公里。机头下方配备光电设备，可执行侦察和监视任务。韩国防卫事业厅在2020年曾进行快速飞行器采购项目的征集，采购了一批该型无人机，装备于韩国无人机作战司令部。从外形看呢，它个头不太大，采用一台
活塞式发动机，而且是推进式的活塞发动机。一般来讲，如果它是侦察机，应该有摄像装置或者照相装置。机翼呢，采用了带一点后掠翼的方案，留空时间我估计7、8个小时是没问题的。从韩国的某一点起飞，飞到朝鲜境内执行完任务再飞回去，这个时间航程应该都够。无人机渗透平壤事件背后，韩国无人机领域的发展也引发外界关注。韩国的军用无人机严格按照上世纪90年代韩国国防部提出的3步走战略发展，也就是先研制出满足炮兵目标指示、军队进程侦察和边境监视的小型战术无人侦察机，再研制出类似美国捕食者的长航时中型无人侦察机。第3步是购买或研制类似全球鹰战略无人侦察机，以实现在2020年前后建成体系完整的无人机打击体系。2002年10月，韩国在3步走战略基础上又提出无人机总体发展计划，确定将轻转翼侦察无人机、中空长航时无人机和隐身无人机作为主要发展机型。距离美国大选正式投票日呢还有1周，但是呢，提前投票和邮寄选票的工作已经开始了。据报道，已经有4400多万选民完成提前投票。不过，日前美国却先后发生了3起投票箱遭纵火事件。警方表示呢，这3起事件有关联。当地时间28号凌晨，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地区和华盛顿州温哥华附近，各发生1起针对总统大选投票箱的纵火事件。据报道，虽然投票箱都配备了灭火系统，但温哥华的投票箱灭火系统未能有效工作，导致数百张选票被毁。波特兰有3张选票被毁。波特兰警方28号表示，一辆可疑汽车与这2起事件有关联。此外，警方还发现这2起事件也与本月8号的另一起选票纵火事件有关。当时，一个燃烧装置被放置在温哥华的另一个投票箱。We don't know the motive behind these acts. It sounds like a series of 3 at this point. But we do know that acts like this are targeted and they're intentional. And we're concerned about that intentional act trying to affect the election process. 随着美国总统选举日越来越近，近期华盛顿特区加强了安保措施，白宫周围也设置了安全围栏。根据美国佛罗里达大学选举实验室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0月28号，全美已有超过4400万名选民就2024年总统大选进行了提前投票，其中邮寄投票和亲自投票的比例各占1半。当地时间10月28号，美国总统拜登也在特拉华州就总统大选进行提前投票，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拜登离开投票处时，有记者就美国知名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向摇摆州登记选民提供100万美元奖金的行为进行了提问。Sir, Elon Musk is handing out checks to unregistered voters to register. Do you think that's legal conduct? Do you think that's election interference? I think it's totally. 此前有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司法部已警告埃隆·马斯克创建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称马斯克向摇摆州登记选民提供100万美元奖金的行为可能违反联邦法律。此外，拜登在日前出席活动还指，马斯克在成为世界首富之前，曾以非法劳工身份在美国开启职业生涯。Well, that wealthiest man in the world turned out to be a legal worker here when he was here. Oh, I'm serious. He was supposed to be in school when he came on a student visa. He wasn't in school. He was violating the law. And he's talking about all these illegals coming our way. 针对拜登的说法，马斯克驳斥拜登撒谎，并强调自己是获准在美国工作。当地时间27号，马斯克在社交媒体 X 上转发了拜登相关讲话视频，并嘲讽写道：“所以他现在开始关心非法移民问题了。”此外，他还在文末添加了2个笑哭的表情。据报道，马斯克1995年前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原计划在斯坦福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但他却从未正式到学校登记注册。有法律专家认为，马斯克在辍学后就失去了合法在美国停留的权利。美国前司法部移民诉讼律师里昂·弗雷斯科表示，即便没有立即获得报酬，外国学生也不能退学去创办公司。
另一方面，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27号傍晚来到纽约市曼哈顿中城的最大活动场地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造势大会。当天，特朗普请来许多重磅嘉宾为他站台，马斯克携家人到场支持，特朗普的夫人梅拉尼亚也罕见的现身。Please welcome our next Commander-in-Chief, my husband,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有网友注意到，台上特朗普即兴演讲，台下马斯克代把与梅拉尼亚同框。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在讲话中再次批评拜登和哈里斯非常无能和失败，导致过去4年美国人生活越来越差。他呼吁选民用选票解雇哈里斯。Now the fate of our nation is in your hands. Next Tuesday, you have to stand up and you have to tell Kamala Harris that you've done a terrible job. Kamala, you're fired. Get out. Get out. You're fired. 有分析指，特朗普阵营史无前例于投票日倒数前在非摇摆州举行活动，去到40年来都未曾投票支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纽约造势，目的并非改变纽约的选情，而是要吸引媒体大篇幅报道。距离美国大选投票日仅剩1周，最新民调数据显示，年轻选民间出现明显分化。特朗普强调男性特质的竞选策略，成功吸引了年轻男性的支持。哈里斯在堕胎权利上的立场则赢得年轻女性支持。Reproductive rights are on the ballot. I think they're rallying to say that we feel like we're losing our autonomy, we feel like our agency is being threatened and challenged, and that is something to vote for. That is something to fight for.